蒙兰和徐老爷的感情有多深？每当老爷来投喂萌萌的时候，他都会乖乖坐在对方面前，任凭徐老爷在门外对自己上下其手。蒙兰则边吃东西边深情望着对方，并且还主动凑过去和他碰鼻子，看得出萌萌儿是真的很喜欢徐老爷。这天下班后没吃饱的蒙兰不愿回家，奶爸奶妈轮流呼唤他，也始终得不到回应。无奈之下，饲养员只好搬来救兵徐老爷。老爷喊2声胖子，萌萌儿就听见了，立马放下手里的竹子朝对方走去。果然能管住3太子的也就只有徐老爷了。因为蒙兰特别讨厌吃胡萝卜，就连消化系统都在拒绝。徐老爷听说后就亲自来喂小乖孙，他接过来假吃了一口就嫌弃的扔掉了，并且还试图阻止老爷捡起胡萝卜。随后老爷磨呀磨，蒙兰耗啊耗，谁都不肯服输的爷孙俩展开了拉锯战。徐老爷第一次蒙兰就假吃一口后丢掉，或许老爷是抱着必胜的决心来的，还太年轻的萌萌儿难以抗拒对方决心，最后只能勉为其难的吃了下去。但其实这并非是老爷太过倔强，而是蒙兰这小子太挑食，不仅讨厌胡萝卜，就连美味笋笋都不吃。每次老爷送加餐，他都会打马虎眼，不是假装没拿稳把笋笋扔地上，就是用一身肉压住笋，试图瞒天过海。戏精附体的他还会用小手扒拉笋皮，告诉徐老爷笋笋都被自己吃完了。老爷简直无语死了，让他赶紧起来。谁料这小子起身后又一定坐在笋笋上面，最后徐老爷好说歹说蒙兰才肯听话，结果对方给的笋不情不愿的吃起来。等到徐老爷来给萌萌送窝头时，虽然小乖孙已经张大嘴巴要接过去，童心未泯的老爷却还是丢在了地上。被耍的萌萌气得伸手就想揍他。或许最好的感情就是打打闹闹毫无顾忌吧。因为知道萌兰喜欢和两脚兽互动，下雪天老爷便会来陪乖孙打雪仗，铲起一捧又一捧的雪洒到他头上。只见萌兰小手紧紧扒着窗户，老爷走到哪他就跟到哪，然后一动不动地等老爷洒雪，并用叫声告诉对方自己有多开心。而夏天炎热时，雪仗就会变成水仗。萌萌儿被老爷呲得完全招架不住，只好连滚带爬地跑到远处的木架上。原以为这下徐老爷终于呲不到了，没曾想水管的威力竟如此之大，都这么远了还是被喷成了落汤熊。怪不得徐老爷能和萌兰玩到一块，爷孙俩一个比一个幼稚。想必萌萌儿能有阳光开朗的性格，也离不开徐老爷的细心呵护。一次积极换来终身懒惰，大熊猫兰香究竟有多幸运？当初虫洞和忠心交换熊猫，原本相中的是梅青，谁料他死活都不肯进笼子，而他的妹妹兰香则悄咪咪靠近，在即将进笼前回头留下惊鸿一瞥，就毫不犹豫地钻进了笼子里。这操作把工作人员都给整不会了。这个温水一些。兰香就这样炫着小苹果来到虫洞，而她也很争气，先是给老虫家生下近20年来的第一只男熊女宝，之后又生了双胞胎兄弟双双虫虫，凭一熊之力终结虫洞女儿国的称号。兰香母凭子贵一跃成为兰贵妃后，骨子里的懒惰也彻底暴露无遗，哪怕怀里只有一只熊猫宝宝吃奶，甚至身旁还有一大筐包好皮的笋笋，可兰香依旧直接张嘴等馆长投喂，主打一个饭来张口，绝不伸手。而兰贵妃带2只崽时就更懒了，直接钦点3位金牌月嫂近身伺候，馆长化身包笋小弟负责投喂，一位奶妈负责帮贵妃扶着娃，另一位奶妈则拍视频记录。不得不说兰贵妃是懂享受生活的，如果没有饲养员在一旁伺候，兰香顾不得搭理地上的熊孩子，随后起身去找奶妈理论。妈妈，你快抱抱我，地上有点凉啊。抱你干啥？我的心比地还凉，也没见奶妈给我拿吃的温暖一下我的心。不行，我得去找奶妈说道说道。而当隔壁盲仔抱着娃爱不释手时，兰贵妃会特地将娃丢给馆长照顾，自己出去找3两好友搓麻将，直到深更半夜才偷偷摸摸回来。本以为兰香终于要奶娃睡觉了，没曾想她居然把仔仔往馆长这推，随后把娃留在原地跑去隔壁睡觉，气得馆长发文吐槽说你傻好。或许被奶成幽怨的眼神盯得不自在，兰香才勉为其难地抱起熊孩子喂奶。可母慈子孝的画面还没维持多久，兰贵妃就长叹一口气，本宫身子发了，甚至就连帮宝宝舔屁屁刺激排便，兰香都想偷懒敷衍地舔了2下后，她就可怜兮兮地抬头盯着馆长，似乎在说真的不能帮忙舔一下吗？只能说当兰香的饲养员太难了，不仅要白天黑夜的帮她带娃包笋，还要帮忙吃屎，真是钱难正事难吃。由于兰香始终贯彻敷衍带娃理念，以至于于宝、于贝和梁月合班后，兄妹俩白白净净，一看就狠心。梁月则被妈妈舔得浑身粉粉嫩嫩。或许是因为兰贵妃实在太懒，她还是为数不多能近身照顾的成年熊，毕竟懒香懒得起身去攻击两脚兽。小奇迹究竟有多聪明机智？只见小奇迹趴在熊洞前探头观察，发现奶爸并没有在熊舍打扫卫生后，又熊熊祟祟地走到小卖部往里张望，翘着的小脚脚简直不要太可爱。直到确认王奶爸的确不在附近，小奇迹才欢呼雀跃，开始满场撒欢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有多快乐。不得不说，小奇迹学过孙子兵法吧，竟然知道提前侦察敌情再去整活。不仅如此，这小子的模仿能力也很强，甚至跟王奶爸学会了人教版摔竹子。这天奶爸正在给好蛋儿准备加餐，把粗粗的竹竿摔成细条，方便他进食。而小奇迹不仅没被刺耳的声音吓退，
还饶有兴致地蹲在门口看奶爸操作。等到王奶爸进屋搬细竹子的时候，小奇迹就悄咪咪在内舍练习摔竹子。该说不说，这小子学得还挺像模像样。可奶爸出来后，他就立马停下了动作。听到异响的王奶爸纳闷地看向熊孩子，心想难道是最近太忙给累出幻听了？等到他一离开，戏精小奇迹就又开始扒拉，感觉这小子摔竹子比王奶爸还卖力气。都知道小奇迹拆家范儿样样精通，一身牛劲无处释放的他会大晚上拆家，不是将树干拔起来扔沟里，就是劈开保护罩，给第二天上班的王奶爸一点小小的震撼。但俗话说，每个熊孩子背后都有一对不明事理的父母。王奶爸从不责怪小奇迹增加工作量，反倒乐呵呵的帮宝贝收拾烂摊子。或许是担心小奇迹被指责太调皮，奶爸甚至会趁游客还在排队检票时，提前收拾好残局，假装无事发生。只能说有王奶爸毫无底线的宠爱，维修师傅可以在小奇迹那干掉退休。当天气炎热时，奶爸担心宝贝中暑，会特地将好吃的摆放在墙角阴凉处。小奇迹像大爷似的悠闲躺着吃笋笋，就是说真的很想送这小子去上学。都知道王奶爸性格温柔，亲和力强，遇到粉丝喊王奇迹也总是微笑以待。可当得知小奇迹外场被不良游客吐痰后，一向好脾气的王奶爸简直气炸了。他先是将受惊的小奇迹迅速收回内舍，随后拿出机器里里外外仔仔细细的消毒，望向游客时脸上也没了以往的笑容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奶爸的愤怒和心疼。只能说可以不爱，但请别伤害。希望每位游客都能约束行为，文明观猫，每个熊孩子都无忧无虑的长大。熊猫萌兰究竟是有多懂事，才会坦然接受硬件设施最差的场地？不同于福宝小奇迹宽敞明亮的内舍，以及花花配备有空调的休息室，萌兰的内场乍一看还以为是贫民窟，睡的也是墙皮包浆放不下脑袋的床。尽管内场条件并不尽如人意，萌儿依旧乐观坦然地接受了一切。他会趁奶爸奶妈不注意偷偷爬上管道玩，被抓到后也不尴尬，而是笑眯眯地展示绝活，简直像永不熄灭的小太阳一样。而萌兰的外场不仅不如其他小熊的宽阔，甚至还没有能够遮挡阳光的大树。天气炎热，别的小熊都在内舍吹空调，或者躲在树木茂盛的山头上避暑，唯有萌兰冒着酷暑在没有阴凉的外场营业。仅有的喷雾降温措施看上去也作用不大，既奶爸心疼不已，但又无权给他换场地，只能尽自己所能给萌儿搭建了竹屋。虽然简陋，但萌兰却很容易知足，一整天都开心地坐在里面大口干饭，时不时停下动作配合游客拍照。不得不说，萌兰真的是整个熊猫圈最暖心懂事的小熊，从不抱怨环境，而是坦然接受一切，并尽自己所能去治愈身边所有事物。别的小熊遇到咕咕鸟恨不能一窝端，可当睡梦中的萌兰被乌鸦啄毛时，只是转身轻轻挥舞小手，别闹一边玩去。脾气好到与史铁兽称号严重不符。发现奶爸送来的窝头正在被麻雀偷吃，萌儿总是耐心的等小家伙们吃饱，然后吃小鸟们剩下的，坚决杜绝浪费。别看萌兰是名副其实的整活小能手，但她内心非常温柔，情绪也特别稳定。奶爸将窝头放在了漏食器里，萌儿不管球球转多久都不会发火，累了就停下来抬头望望天空，给自己加油。情绪稳定，阳光开朗，有编制，还贼帅，这不就是男朋友的最佳选择吗？都知道萌喜欢趴在窗边观察人类，而萌兰也继承了妈妈的这一特点。小家伙透过玻璃窗与工人对视的这一眼，真切感受到世间万物都不如他美好，并且为了不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失望，萌兰特地打包竹子坐在门口吃，也会在表演金鸡独立时小心翼翼地转身，方便照顾到各个位置的姨姨们。与其说萌兰是任人观赏的动物，倒不如说它是治愈人心的小天使。萌儿的阳光开朗深深感染着每个人，而这也是萌兰一直是顶流的原因。